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绝代战神》，从矿工开始崛起故事解说。多年前，秦家遭遇灭门惨案，年幼的秦战和姐姐秦岚手持父母留下的龙凤同心圆玉佩，被迫分离逃难。秦岚叮嘱年幼的秦战，两人一人保管龙纹玉佩，一人保管凤纹玉佩，一定要好好珍藏，妥善保管信物。姐弟二人尚且来不及好好道别，追杀他们的恶人就已经追来。恶人口中叫嚣着秦忠义已死，同心圆玉佩一定在两个孩子身上。当即下令手下挖地3尺也要搜出玉佩。危急关头，年纪尚小的秦战挺身而出，主动吸引追兵注意力，让姐姐趁机脱身。追兵看到主动现身的秦战，直呼他为小孽种，立刻带人追了上去，是要将他抓获。秦家满门惨死，年幼的秦战满心愤恨，心中暗示今日所有加害秦家的人，日后必定尽数清算。时光飞逝，20年过去，秦氏集团已然发展壮大，坐拥富可敌国的财富与势力。可董事长秦岚始终没能查清当年秦家灭门案的凶手线索。多年来，秦岚从未放弃寻找失散的弟弟秦战。当年弟弟为了引开仇家，保护自己，不幸掉落悬崖，谷底始终没有找到弟弟的尸体。秦岚坚信弟弟尚且存活人间。秦岚清楚记得，弟弟秦战的右肩上有一块独一无二的月牙胎记。他郑重下达命令，就算将整个大夏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找到失散20年的弟弟。20年来，寻弟的执念始终萦绕在秦岚心头，从未消散。另一边，黑龙山煤矿里，化名大秦的秦战已经在这里生活了整整3年。此时的他失去了全部记忆，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每日靠着下井挖矿辛苦谋生。一同挖矿的工友常常打趣大秦，说他来煤矿3年，日日脖子上都挂着一块普通的石头，十分好奇这块石头的来历与用处。大秦告诉工友，自己从昏迷醒来后，这块龙纹玉佩就一直戴在身上。虽然失忆不知其来历，但心底始终认定这块玉佩比自己的性命还要珍贵，是绝对不能遗失的东西。平日里，工友们都十分羡慕大秦，因为总有样貌清秀漂亮的林美丽，日日来矿上给大秦送饭，照料他的日常起居。大秦对此满心温柔，十分珍惜眼前的生活，每次都会让林美丽趁热吃饭，吃完自己还要继续下井干活。无人知晓的是，消失3年的龙神殿统帅正是失忆的大秦。3年前大战之中，统帅身受重伤离奇失踪，如今终于被暗中寻找他的2位下属赤练与白鸾发现踪迹。2名下属确认统帅身份后，本想立刻上前拜见，却发现统帅不仅记忆全无，一身绝世功力也尽数消散。他们察觉到黑龙山煤矿一带暗藏叛党踪迹，深知此刻暴露统帅身份，定会让统帅陷入致命危险。于是2人暗中商议，决定先暗中清除周边叛党，等待合适的时机，再正式引统帅回归执掌权位。煤矿之中，看似安稳的日常下，暗藏着恶毒的阴谋。矿工彪哥早已对老实肯干的大秦心生歹念，他暗中勾结林美丽，密谋着一场谋财害命的骗局。彪哥的手下悄悄向他汇报，大秦已经独自下到深井作业，正是实施计划的最佳时机。彪哥安抚身边的林美丽，让他稍安勿躁，计划再过几日便可落地。2人早已商定，先假意和大秦定下3日之后的大婚，哄骗大秦签下一份200万的巨额人身保险。随后在婚礼当日，由彪哥提前引爆炸药，制造矿井塌方事故，让大秦葬身井底。他们打算靠着这笔保险赔偿金，当做2人的结婚本钱。事成之后，彪哥便能拿着钱财疏通关系，调往秦氏集团总部任职，彻底摆脱煤矿的辛苦生活。林美丽对这个计划满心期待，全然不顾3年来大秦对自己的真心相待。这天，大秦因为挖矿的鞋子破损，暂时从井下回到地面领取新手套，意外撞见了正在密谋的彪哥和林美丽。面对突然出现的大秦，林美丽瞬间慌乱，连忙编造说辞，谎称自己正和彪哥商量3日之后2人大婚的事宜，还说彪哥看他们生活拮据，特意帮忙联系城里的婚车车队，好心帮衬他们。心性单纯、毫无防备的大秦对此深信不疑，内心满是感动，连连感谢彪哥和林美丽的帮扶。他满心欢喜，暗暗下定决心，接下来几日一定拼命挖矿干活，绝不辜负2人的好意。待大秦转身离开后，彪哥和林美丽瞬间褪去伪装，满心不屑地嘲讽大秦是个傻子，笃定3天后就是大秦的丧命之日。就在此时，秦岚的下属传来消息，在秦氏集团旗下的黑龙山煤矿查到了带有月牙胎记之人的踪迹，这正是秦岚苦苦寻找20年的关键线索。得知消息的秦岚瞬间激动不已，认定此人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弟弟秦战，当即下令备车，亲自前往黑龙山煤矿寻人。大秦收工之后，
特意带着矿上分发的新鲜热牛肉，还有自己3年来熬夜挖矿攒下的全部积蓄，一共2万元，送到林美丽家中，交给林美丽和她的母亲。大秦满心真诚，想要拿出所有积蓄当做彩礼，迎娶林美丽过门。可林美丽的母亲却满脸嫌弃，大肆数落大秦无父无母，身世不明，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，直言这点彩礼远远不够，婚宴酒席的费用还差了一大截。为了兑现娶妻的承诺，大秦当即承诺，次日就多下几趟深井，拼命赚钱，一定要风风光光迎娶林美丽。秦岚一行人很快抵达黑龙山煤矿，下属再次确认，带有月牙胎记的男子确实长期在这片矿区活动。寻地心切的秦岚立刻下达命令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全力搜寻此人的踪迹。暗中守护秦站的2名下属看到秦岚到来，并未贸然现身，依旧选择暗中观望局势。矿区里，几名恶徒肆意欺凌老弱矿工，嚣张跋扈。路过的大秦看不惯这般行径，当即挺身而出，厉声呵斥恶徒，让对方有本事冲着自己来。秦岚恰好看到这一幕，瞬间被大秦的眼神震慑。这股倔强刚烈的眼神和当年年少的弟弟一模一样。秦岚心中震动不已，立刻让下属核查大秦的身份信息。下属连忙劝阻，告知矿区环境恶劣，很多矿工身上的烧伤疤痕都酷似月牙胎记，未必就是秦岚要找的小少爷。但秦岚心意已决，坚持要调取这名叫大秦的矿工的全部资料，查清他的身世来历。大婚前夕，林美丽拿着提前办好的保险单找到大秦，谎称是专门为他办理的平安保险，只为保佑他下矿平安。大字不识，心思单纯的大秦完全没有疑心，乖乖听从林美丽的话，在保险单上按下了手印。随后，大秦摘下自己常年佩戴的龙纹玉佩，他坦言这块玉佩自自己醒来就随身相伴，对自己意义非凡。如今想要当做定情信物送给林美丽，还郑重承诺日后一定会努力打拼，让林美丽过上安稳富足的好日子。林美丽假意感动，收下玉佩，内心却毫无波澜，只等着计划落地赚取赔偿金。很快，大秦的完整资料被送到了秦岚手中。资料显示，大秦来历不明，没有任何户籍身份信息。3年前重伤失忆后，突然出现在黑龙山煤矿，被林美丽一家收留，一直在此挖矿谋生。看到资料的秦岚更加笃定，此人就是自己失散20年的弟弟。他拿出自己珍藏20年的凤纹同心圆玉佩，回忆起当年丈夫临终前将2块同心玉佩分别交给姐弟2人的往事。2块玉佩本是一体，龙凤相合才算完整。20年的思念与煎熬涌上心头，秦岚望着玉佩，一遍遍默念着弟弟的名字，坚信自己终于找到了亲人。与此同时，彪哥已经彻底敲定了害人的计划。他满心得意地规划着，婚礼当天会特意安排大秦前往风险最高的 C3 矿井做最后的清理工作，届时引爆炸药，制造突发塌方矿难，伪装成意外事故，顺利骗取200万保险金。想到自己即将升职发财，改换门庭，彪哥心中狂喜不已。秦岚单独召见了大秦，温和询问他的工作时长与家庭情况。大秦如实告知，自己在矿上干了3年，身负重伤，失去过往记忆，无亲无故，是个没人要的孩子。秦岚怜惜他身世坎坷，为人正直，当即向他抛出橄榄枝，邀请他前往云城秦氏集团总部工作，安排办公室清闲岗位，月薪5万且包吃包住。面对这般优厚的待遇，大秦心怀感激，却果断拒绝。他告诉秦岚，林美丽一家对自己有救命之恩，加之2人即将大婚，自己不能抛下未婚妻独自离开，必须留在矿上努力赚钱养家。秦岚不甘心就此错过，顺势询问大秦身上是否佩戴着一块玉佩。大秦没有多想，立刻拿出脖子上的龙纹玉佩。看到玉佩的瞬间，秦岚彻底确认了弟弟的身份，情绪险些失控。大秦察觉自己失态，以家人找自己为由，匆匆告辞离开。身旁的下属依旧心存疑虑，询问秦岚是否完全确定大秦的身份。为了保证万无一失，秦岚当即下令，让人立刻返回云城，取来自己的凤纹玉佩。唯有龙凤双配相合，才能最终确认血脉身份。离开前，大秦真诚告知秦岚，2日之后便是自己的婚礼，等自己办完婚礼，安顿好家事，若是这份工作依旧作数，自己一定前往云城报答秦岚的赏识。秦岚立刻应允，承诺这份工作永远为他保留，同时主动提出想要参加他的婚礼。得知大秦终于归家，即将成婚，秦岚满心欣慰，立刻安排下属准备丰厚聘礼，赠与这位失散20年的弟媳。同时下令，所有在矿区照料过秦战的工作人员全部升职加薪。另一边，彪哥意外收到秦氏集团的越级任命书，一跃成为黑龙山矿区一把手。彪哥的家人欣喜若狂，
认定是彪哥能力出众，被董事长赏识。一家人畅想未来，不仅能坐稳矿区区长的位置，还能拿下大秦死后的200万保险金，从此富贵无忧。彪哥也愈发嚣张，笃定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。暗处的龙神殿下属看着失意、功力尽失的统帅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执掌龙神殿8年，叱咤风云的统帅，如今沦为普通矿工，即将迎娶平凡女子，他们也默许了这般现状。希望历经磨难的统帅能好好感受普通人的安稳幸福。婚礼当天，林美丽再次哄骗大秦，告知酒店的婚宴尾款尚未结清，恰好今日 C3 矿井实行双倍薪资，劝说大秦再下一次深井，做完最后一趟工，凑齐尾款就能顺利举办婚礼。深爱林美丽的大秦毫无防备，温柔答应下来，叮嘱林美丽安心等候，自己完工就回来成婚。秦岚亲自到场参加婚礼，矿区众人受宠若惊，纷纷夸赞彪哥面子极大，能让从不出席外界活动的秦董事长亲临现场。彪哥顺势装作帮忙迎宾，假意热心张罗婚礼事宜，实则内心早已迫不及待等着大秦丧命。待大秦深入 C3 矿井最深处后，早已等候多时的彪哥儿子立刻准备引爆炸药，严格按照计划执行，想要将塌方事故做得干净利落，不留任何痕迹。炸药引爆， C3 矿井瞬间发生毁灭性塌方，声势浩大，井下通道彻底被堵死。很快，矿上就传出消息，大秦被埋井底，已经确认遇难身亡。在场的矿工们纷纷惋惜，感慨大秦老实善良，命运坎坷，无父无母的他，如今又惨死矿中，只留下林美丽孤身一人。彪哥趁机假意悲痛，声称要替好兄弟大秦尽责，照顾林美丽一辈子，当众宣布婚礼继续，自己顶替大秦成为新郎。就在众人即将完成婚礼仪式时，满身尘土、安然无恙的大秦突然出现在婚礼现场。塌方矿井根本没能困住重获部分力量的秦战，他死里逃生，从绝境之中爬了出来，全场瞬间陷入死寂。彪哥父子和林美丽彻底慌了心神，不敢相信连耗子都无法存活的塌方矿井，大秦竟然能活着出来。大秦看着婚礼现场的迎宾牌，上面赫然写着新郎王彪的名字，满心不解与错愕。他刚刚在矿井深处发现了人为放置的雷管，猛然想起彪哥此前说的婚礼大礼，瞬间明白这场矿难根本不是意外，是彪哥和林美丽精心策划的杀局，目的就是谋夺自己的保险赔偿金。大秦强忍心中怒火，细数自己3年来的付出。他坦言，3年前自己掉落山崖失忆，是他一直以为是林美丽救了自己，为此心怀感恩。3年来日日下最深的井，干最累的活，省吃俭用，将所有积蓄悉数交给林美丽，只为攒够彩礼，给她一个安稳的未来。大婚当日，他冒着生命危险下井，也是为了凑齐婚宴尾款，可到头来却惨遭最信任的人背叛算计。在场的矿工得知真相后，纷纷怒斥林美丽忘恩负义、心狠手辣。面对所有人的指责，彪哥不再伪装，嚣张地亮出底牌，直言自己有权有势，能让林美丽成为矿区区长夫人，而大秦只是一无所有的卑微矿工，根本无法与之相比。大秦依旧心存一丝侥幸，追问林美丽是被逼无奈，还是真心想要背叛自己，恳求她跟自己回家。可林美丽彻底撕破伪装，冷漠地拿出所谓的平安符，告诉大秦这根本不是祈福信物，而是那份200万的死亡保险单，受益人正是他和彪哥。他直白告知大秦，往日的温柔体贴全是假象，若不是为了哄骗他心甘情愿下井送死，自己根本不会虚与委蛇。他更是直言，从许诺嫁给他的那天起，就已经做好了让他丧命骗保的打算。就连大秦珍视的龙纹玉佩，在他眼中都是不值一提的破烂。就在大秦满心绝望之际，秦岚派去调取凤纹玉佩的下属及时赶回，龙凤双配终于得以相合，彻底坐实了大秦就是秦战的身份。恢复完整玉佩力量的瞬间，九龙共鸣意象现世，尘封20年的记忆彻底涌入秦战脑海，他的所有过往、身份、功力尽数恢复。暗处的龙神殿下属见状，立刻准备传龙神令，恭迎统帅归位。台上的彪哥和林美丽依旧嚣张跋扈，全然不知大祸临头，还在肆意嘲讽秦战，甚至下令让人打断秦战的双腿，将他重新扔回矿井之中。彪哥的父亲连忙上前讨好秦岚，声称大秦是闹事疯子，自己会立刻将人清理出去，绝不打扰秦岚。林美丽也顺势颠倒黑白，谎称秦战是求爱不成，故意大闹婚礼现场，试图撇清所有罪责。可下一秒，秦岚直接当众出手，厉声质问在场众人，方才是谁动手殴打秦战？王家父子和林美丽瞬间慌了神，纷纷跪地求饶，还不知死活的扬言。
秦战的性命只值200万，能被他们算计已是抬举。众人还未反应过来，秦岚便当众揭晓真相，告诉所有人，眼前这个被他们肆意践踏、嘲讽的矿工，根本不是无依无靠的穷小子，而是他失散20年的亲弟弟，是大夏秦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秦战。全场瞬间哗然，王家父子和林美丽彻底呆滞，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算计欺辱的普通人，竟是顶级豪门的千亿继承人。即便真相摆在眼前，王家人依旧不死心，谎称秦战是偷盗玉佩的骗子，试图颠倒黑白。秦战此刻冷静无比，当众细数王彪的罪状，揭露3年来王彪一直克扣自己的工钱，如今更是蓄意谋害自己性命。秦岚随即下令，当众揭穿王家父子在黑龙山煤矿任职期间贪污矿款、压榨底层矿工的所有罪行，当场免去2人在秦氏集团旗下的所有职务。周围矿工纷纷拍手称快，怒斥这群欺压工友的吸血鬼终于得到报应。绝境之下，林美丽和其母亲立刻变脸，百般谄媚讨好秦战。林母谎称此前的冷漠都是刻意试探，还标榜林美丽依旧清白，想要撮合2人重归于好。林美丽也连忙哭诉认错，将所有罪责推给王彪，声称自己是被权势诱惑才一时糊涂，苦苦哀求秦战原谅，想要和他重新开始。可秦战早已看清所有真相，冷漠戳穿了他的谎言。秦战告知众人，3年前救下失忆坠崖的自己的是隔壁的王大娘。林美丽的母亲当年不仅没有施救，反而抢走了自己身上唯一值钱的手表。这3年，自己用所有血汗钱回报所谓的救命之恩，早已两清。从这一刻起，他和林美丽之间只剩血海深仇，再无半分情谊。随后，秦战彻查矿井爆炸真相，得知此次塌方事故并非只针对自己，连同下井的17名无亲无故的矿工全部惨死其中。所有人都是被王彪和林美丽诱骗签下高额保险，最终沦为2人谋财的工具。而这一切骗局的幕后黑手，正是京城苏家大少苏世杰。所有理赔资金最终全部流入了苏世杰掌控的盛世安保公司。王彪和林美丽为了钱财草菅17条人命，罪无可赦。秦岚当即下令，将所有参与谋害、欺辱秦战和矿工的人全部拿下，依法严惩，让他们百倍偿还所犯下的罪孽。风波平息后，姐弟2人终于得以好好叙旧。秦岚满心愧疚，心疼弟弟在外漂泊受苦20年，当年若不是弟弟主动引开仇家，救下自己，也不会落得坠崖失忆、流落矿场的下场。秦战宽慰姐姐，告知姐姐自己当年被世外高人救下，20年潜心修炼征战，早已能独当一面，无需姐姐担忧。暗中待命的龙神殿下属再次现身，想要正式拜见归位的统帅，却见矿区鱼龙混杂，时机尚未成熟，便继续选择隐匿身形，静待秦战的召见。姐弟2人一同来到父母坟前祭拜，告知父母失散20年的弟弟已然归家。姐弟2人再次谈起当年秦家灭门惨案，依旧只查到凶手是为龙凤同心圆玉佩而来，其余线索尽数断绝。为查清真相，秦战借用姐姐凤佩的鲜血，激活了双佩合一的隐藏力量，彻底知晓了玉佩的秘密。龙凤同心圆玉佩内蕴藏着上古神秘力量，能够大幅提升修炼者的功力，这也是凶手不惜屠戮秦家满门，也要抢夺玉佩的核心原因。当年父亲危急时刻将双佩拆分，姐弟各持其一，才让凶手苦寻20年一无所获，保全了秦家最后的血脉。与此同时，秦战也查清了自己当年重伤坠崖的真相，并非仇家追杀所致，而是龙神殿军师韩潇在域外战场暗中暗算，刻意将他推下悬崖。知晓所有真相的秦战心中立下血誓，必定亲手查清所有真相，为秦家满门惨死矿工讨回公道。为避免过早暴露身份，给秦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秦战叮嘱下属暂时不要公开自己恢复记忆与功力、重归统帅之位的消息，所有调查暗中进行，一切事宜听从自己的安排。随后，姐弟2人拜见秦家老爷子。时隔20年，老爷子终于再见孙儿归来，老泪纵横，满心欣慰。老爷子当即宣布，3天后自己80大寿宴上，会向全云城权贵官宣秦家长孙秦战归来，同时将手中全部秦家股份尽数转交秦战继承。私下里，老爷子向秦战详细讲述了龙凤玉佩的上古秘辛，告知秦家数代无人修炼，只能将玉佩当作传家宝传承，却不料引来灭门之祸。秦战紧握手中龙纹玉佩，郑重承诺定会查清所有仇敌，亲手报灭门血仇，守护好秦家所有人。另一边，侥幸被苏家保释的王彪和林美丽依旧不知悔改，还在庆幸自己躲过牢狱之灾，感慨背靠苏家大树好乘凉。苏世杰得知盛世安保被人捣毁，
骗保账本失窃的消息后，瞬间暴怒。他清楚骗保事件一旦曝光，苏家名誉将彻底扫地，自己也会遭受重罚。苏世杰认定贪生怕死的王彪会泄露所有秘密，为了杜绝后患，掩盖罪行，他立刻下令派人前往半山别墅，秘密处理掉王彪和林美丽，彻底斩断所有线索。而恢复全部实力的秦战已然换上一身黑色便装，独自前往盛世安保，准备亲自清算所有血债，了结这场跨越20年的恩怨纠葛。